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，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热波澜外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，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热波澜外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今日这么大阵仗，南燕侯必定坐不住。今日的婚礼，也是我一直想要给你的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娇娇，今日必做之事是交换戒指。这是你曾赠予我的情侣戒指，如今应当叫婚戒。在我们那里，婚戒寓意着两人成双成对，永远在一起。即使死亡，也不能让两个人分开。从今往后，我们生生世世会在一起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春宵苦短，不如纵欢。
你的灵符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娇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琰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她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我不想这样想，但种种迹象就是指明了这一点。可是我爹曾经以命救我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而且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，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会骗我。那你能不能试着再进灵府，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尝试过，但我修为太低了，进不去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打算弄清楚真相。那是我。哎，红罗。多谢司恩公为我祭魂托生。近距离瞧瞧，果然是个粉雕玉琢的俊朗郎君。红罗，你怎么刚回来就油腔滑调的？这才是红罗姑娘的风范啊！你怎么也来了？那自然是庆祝我们红罗姑娘重新归来。收收你那些花言巧语。哼，没想到我们换个地方聚齐了。那正好，晚上我们3人照场小聚。那照旧，唱歌投壶。那得不醉不归啊！红罗这么小呢，能喝什么酒？也是，喝茶。我能喝酒。来。啊，原来这里是情敌相争呀！什么？一个是曾与你海誓山盟的仙门师祖，一个是和你青梅竹马18年的生死搭档。唉，难选呐。那这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是烟消云散了，还是从未有过呢？你看阿叶的心里，可有半分跟他的记忆？确实。来，不聊这些了，我们今天以茶代酒，庆祝红罗重归。来。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砚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城主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旅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树林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
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鹤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郊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郊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，你这嘴。阿燕，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鹤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其实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郊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郊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！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，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孤玉坞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着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郊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钻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瑜从司马郊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尸燕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
也不知道司马娇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庆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国师。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魔域的国师，抓庭燕做什么？昨日怎么睡得如此沉？因为有人给你们施了昏厥的术法。彼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说的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留宿的那家真尸楼的老板，在你们房中的檀香动了手脚，想趁你们睡着之前对你们下手。幸好师祖及时赶到了呢。红罗跟风起呢？燕姐姐，你放心，师祖知晓你在乎他们二人，把他们二人一并救了回来。燕姐姐，你关心别人，却不关心师祖，我替师祖感到难过。我如今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他。那你先别管那些，真心总是做不得伪的吧？燕姐姐，你看，这些解清丸都是师祖用他的血为你炼制而成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你的修为，强健体魄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
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浦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浦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
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啊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这哪个门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。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，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长们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
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。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先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木泥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芋吗？
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燕，廖廷燕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